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留学规划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上一期有朋友留言说让我聊一下来日本留学该怎么进行规划，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是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就职，二个是升学。就职的话，比起升学要简单很多，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就行。主要是就职相关的。前期的话，我们是没有日语基础，就是跟随学校的课程进行循序渐进，然后掌握基本的日语对话，在1到3个月内，然后找到日本的兼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后期的话，就是毕业之前拿到N2以及N2以上的日语，毕业前3个月开始找工作。当然，你也可以提早开始找，如果你提早开始找的话，你就可以提前毕业。当然，这个的前提也是你要拿到一些证书，因为证书虽然只是个敲门砖，但是这个敲门砖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毕业之前尽可能的拿到N2以及N1，或者甚至更为好的日语证书。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升学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个也是按照时间步骤进行来聊的。首先呢是来日前，来日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升学资金。升学资金的话，如果说你一定要升学，但是又完全不想靠家里面来帮你的话，那么你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升学资金相关的工作，就可能是比较，准确的说是比较多的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你需要准备多少资金吧。你需要准备的资金是1年半语言学校左右的资金，因为一般的大学或者大学院，它的语言学校费用差不多都是在90万到120万日元之间，所以你准备好这个是期间的升学的资金就足够了。然后是另外一些，比如说你从学校或者报名费这些，你可以通过打工兼职的钱来进行作为一些你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费用款项嘛。然后2种方式，一种是在国内就存上足够的现金，第二种的话是通过特殊的方式把信用卡的钱变成可分期的资金。这个我就不明讲了，大家应该知道的。如果说一定要说的话，就是2个字吧，套现。你要学会合理用信用卡，不给自己信用造成问题，但是又要把里面资金活跃的用起来，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接下来是语言学校到3个月以内该做什么。首先是生活，按照我之前所讲的留学相关的一些事情，根据地图造访周边的环境，然后降低生活成本，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第二个是日语，日语的话，如果你是在国内有一点日语基础过来的，那你可能就比较轻松了。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那么你就跟着学校的课程进行循序渐进，掌握好一些基本的打招呼的方法，然后就去面试，还有一些日语对话能力吧。就比如说像早上好啊，然后是该听面试兼职面试的时候会有哪些问题什么的，把这个问题想好答案，你就基本上可以去面试了。然后兼职的话，就是掌握基础的日语对话能力以后开始找兼职。基础的日语的话，很简单，到时候我会单独列一期跟一些面试相关的日语，我也会用日语来跟大家说，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不要嫌我的发音我的那个就行了，因为我在日本这么多年，发音方面的话和日本人比较接近，已经说是可能会大家会听不清楚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兼职相关的事情。首先，你第一件事要找好学校的休假规律，因为语言学校一般1年有4个开学季，分别是1、4、7、10这4个月，也就这4个月之前，也就是3月份、6月份，然后是9月份和12月份这期间，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那个休息时间。这个休息时间，你可以把原来的28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变成40个小时一周，也就是按照这个时间之内的话，你是可以去寻找另一份工作，或者说可以把工作时间变长，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然后是语言学校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升学院校。如果你的目标是升学到足够好的学校的话，那么你可以半年左右就可以开始找了。如果你不怎么着急，只想去个专门学校的话，你也可以在半年以后，或者说在毕业之前去开始找都没有关系。然后是至于怎么咨询找到相关的书的话，你可以去咨询学校的一些老师，或者说一个相关的部门，因为一般语言学校都有中文老师或者负责升学相关的部门，会帮助你或给一些建议去寻找怎么找目标学院的建议。这个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推荐好利用的一个公共资源。
然后是升学资金相关的事情，一定要确定好自己的升学学校的升学资金，看看可不可以分期，以及怎么分期。因为有的学校申请分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你要去准备足够相应的材料来进行分期。不够的话，你可以去分期的学校。如果没找到合适的分期学校的话，看看缺的数额的大小。这个我后面会有一些解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考试。考试的话，无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语言学校一般都会经历1年制的话，你会经历到1次左右。如果是你是2年制的话，或者1年半以上的话，你都会经历2次以上的考试。这两个考试分别就是日语能力考试和留学生考试。日语能力考试就是你的日语能力的一个相关考试，升学的考试就是那个留学生考试。留学生考试的话，这个是来日本想要升学的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当然，如果你是专门学校的话，就不需要这个考试。然后呢，是语言学校1年到毕业之前的一些规划。第一个就是学校提早拿到升学院校的一些申请资料，可以通过网上申请或者电话申请。如果你不知道院校的资料该怎么找，或者说自己目标学院是哪一个的话，你可以通过我前面所说的，去自己学校的这个升学部门或者说老师进行商量，看一下自己该去哪个学校，又该怎么申请，可以通过他们给的方式去拿到资料。然后是升学资金，一定要再次确认升学资金是否足够。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先转为就职签证，然后工作1年以后再转回留学签证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的话，我没有了解过谁在这之后再转回留学签证的，因为很多人拿到工作签证以后就一直工作做下去了，因为再去留学感觉不划算。然后是时间相关的话，是日本的时间，就是日本的学校它是需要面试的，这个面试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去面试，而不是在网上面试，所以说一定要提早安排好兼职和语言学校的请假时间。为什么说语言学校要请假呢？因为语言学校有个出勤率，前面我有说的，如果你无缘无故请假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出勤率进行一些无法说明。但是如果你跟学校说明了你是要去面试，那么学校会为你证明你这个期间你并不是无端缺席而是去面试，那么这个在签在留的时候，学校那个入国管理局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而不会把你这个算作一些不好的时间。还有另外就是想要在日本进行低价移动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想要从东京到大阪，从东京到爱媛，或者说从东京到名古屋这些，那么你可以通过夜间巴士的形式，夜间巴士很便宜，这个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好好利用这种方式。缺点就是比较累，因为你是晚上乘坐巴士，一直得坐1个晚上，这个是比较累的，所以说这个是唯一的缺点吧。然后是夜间巴士相关的该怎么预约，我会在后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会单独讲到的，所以说大家请安心。最后呢，是语言学校毕业前后到升学学校开学之间的一些规划。首先是学校，语言学校毕业前应该会收到目标学校的面试结果，你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来进行后面的一些安排。然后是之前我讲的，你记得多申请几家学校，从差到好都要申请，给自己留一些后路。然后是搬家，确定要去的目标学校以后，寻找到学校所在地的一些租房公司，有的学校会给你进行一些推荐，但是大部分的学校是不会推荐的，你需要自己去寻找。然后是找到方式的话，就是谷歌地图加不动产这家租房就可以找到了。有很多的这些不动产公司都是可以通过远程也是邮寄的方式进行签合同，这点无需太担心。然后是关于不动产怎么签房子的话，会单独做一期进行来给大家讲解，请大家不用太担心。然后是生活的话，和我之前讲的一样，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提早进行对周边环境进行造访，然后是对自己生活成本进行一些降低。在搬家好以后，第一时间开始找工作，避免资金链出现断裂。当然1个月2个月左右还是能等得起的。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和经验。谢谢大家。